俄最大钢厂遭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如何成功突破俄罗斯先进防御的呢？一直是个谜。乌克兰无人机飞800公里，炸毁世界最大油管，重创俄5%炼油设施。俄罗斯第3大的丘明油田起火爆炸，俄步兵骑摩托车、地雷、无人机使其命丧沙场。突发，普京翻脸，俄变调，中共向乌出售无人机，杀死我们的士兵。美国已私下提供 V-BAT 无人机给乌克兰。俄乌无人机3种新战术应用，大反转。泽连斯基全力与美国达成协议。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2月13日的晚上，诺沃利佩茨克钢铁厂负责生产坦克、飞机和武器所需的钢铁瞬间被火焰吞噬。该工厂距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约400公里，占 NLMK 钢铁产量的 80%， 是俄罗斯亿万富翁弗拉基米尔·利辛的重要资产。利辛是福布斯2023年富豪榜上第3位的俄罗斯富豪。夜间袭击发生后，诺沃利佩茨克多个地区报告停电。诺沃利佩茨克钢铁厂，俄罗斯战争机器中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负责生产近 20% 的俄罗斯钢铁，对于从坦克到飞机的制造至关重要，如今陷入了熊熊烈火。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如同雷声撕裂夜空，沉重的钢铁崩塌声在远方回响，象征着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工厂化为灰烬。利佩茨克地区的电力中断，攻击切断了俄罗斯工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事件在俄罗斯军队中引发了震动。乌克兰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些无人机是如何突破俄罗斯庞大的防御系统的？为什么选择钢铁厂作为目标？这些无人机可不是简单的机器。在对诺沃利佩茨克钢铁厂的攻击中，乌克兰军队依赖于 UJ-22 和 UJ-26 这2款出色的无人机。UJ-22 是一款单引擎无人机，采用螺旋桨设计，能够携带多达44磅的炸药。它能够飞行500英里，适合长途旅行。由于尺寸相对较大，通常它的体积也更容易被雷达和敌方飞机发现。然后是 UJ-26， 这是一款更为流线型、速度更快的无人机，看起来更像一架迷你战斗机，而不是螺旋桨驱动的飞机。这款型号的射程可达620英里，更难被俄罗斯的先进空中防御系统发现。其空气动力学的设计使其在空中飞行几乎不会被雷达探测到。UJ-26 同样可以携带44磅的炸药，但其速度和精准度成为打击诺沃利佩茨克厂等高价值目标的更有效工具。但让这些无人机穿越俄罗斯先进的空中防御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俄罗斯军队有强大的空中防御而闻名，其中包括 S-400 和 Pantsir 异型系统，旨在长距离拦截威胁，并在他们接近目标之前将其消灭。那么乌克兰是如何突破这些防御的呢？难道是秘密使用了人工智能无人机？这些机器能够自主导航，适时调整飞行路径，并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或者乌克兰找到了新的技术策略，利用干扰技术或诱饵来迷惑和压倒俄罗斯的雷达系统。乌克兰如何成功进行这次打击的谜团至今尚未解开，但他们能够将无人机送入俄罗斯境内近250英里却成为事实。诺沃利佩茨克冶金厂不仅仅是一个钢铁厂，它还是俄罗斯军事制造业的支柱。80多年来，这个工厂为俄罗斯提供了制造从坦克到飞机所需的钢铁。这不仅仅是建筑材料，还是一切战争机器的命脉。随着这些高科技武器的发展，
俄罗斯的老式战术可能再也无法维持控制。现在乌克兰不再仅仅是在捍卫自己的边界，他们正将战斗直接带到俄罗斯的心脏。无人机会成为战争的新常态吗？他们会成为21世纪的决定性武器吗？请留言区告诉我。都是无人机惹的祸，从袭击钢铁厂到炼油厂，乌克兰都毫不手软。之前的2025年1月29日半夜，乌克兰第14独立无人集团操作一架新型无人轰炸机，飞行836公里，袭击俄罗斯靠白俄罗斯边境的德鲁日巴输油管上的一个泵站。火焰照亮了夜空，温度稍高到被美国国家航空即太空总署的火灾侦测卫星记录下来。富比士报道，德鲁日巴输油管是世界上最大的输油管之一，也是俄罗斯最赚钱产业基础建设的关键节点。光是克斯托沃工厂每年就提炼1300亿桶石油，约占俄罗斯炼油总产量的 5%。 本月其他几家炼油厂也遭遇袭击，可能导致俄罗斯石油产品产量下降1/10以上。俄罗斯若重建一座炼油厂，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的成本，而乌克兰无人机却很便宜。乌克兰人将 Aeropret 22运动飞机改装成攻击无人机，售价仅约13万美元。退一步说，炼油厂可以修复，但乌克兰总是可以派遣更多的无人机。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乌克兰工业界已经开发出10多种不同型号的远程攻击无人机，包括经过改装的运动飞机。这些飞机可以定期运送数百磅炸药，飞行距离可达1287公里，并且能够精确打击。其他无人机型号的飞行距离可以超过1609英里。近日又传来消息，称俄罗斯的战略能源设施在近期持续遭遇损失，频率越来越高。据悉，2月20日，俄罗斯第3大的丘明油田也起火爆炸。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打向了乌拉尔河以东的地区，目标直指俄罗斯的丘明油田。现场画面显示，该油田已燃起了熊熊大火，并伴随着连续的爆炸声，不断有巨大的火光从油田中冒出。但俄罗斯的媒体则否认遭遇乌军的空袭，他们表示丘明油田是在维修期间发生的爆炸，并强调没有什么损失。作为俄罗斯的石油之都，丘明油田的火灾还是引发了极大关注，毕竟该油田也是全俄的第3大油田。稍早时候，乌克兰还对俄罗斯南部的各个炼油厂发起了猛烈打击。因为这些油厂之间彼此都有着联系，乌军此举也旨在策应前线的形势。如今丘明油田遭遇大火，接下来乌克兰是否会对附近的能源设施乃至军事基地发动新的袭击，更是关注的焦点。2月21日的消息， X 推主 Military News UA 透过推文分享了乌军第30机械化旅士兵化解俄军摩托化步兵部队的进攻行动。大量俄军步兵试图透过摩托车作为载具发动奇袭，却遭到乌军无人机锁定，最终命丧沙场。视频中，这些骑着摩托车的俄军小队正在雪地中狂奔，试图以此突破乌军的阵地。但乌克兰人则在中途提前布置了地雷，并使用无人机从空中发起了打击，定点清理俄军的摩托车。最终乌军成功阻击了俄军的攻势，雪地上散落了大量的摩托车残骸。更有报道称，俄军将驴子也派上了战场作战。俄方已经承认，他们正用驴子和马等动物运输物资，甚至还出现了骑着骆驼的俄军骑兵。X 推主 Cool 则透过影片分享了乌克兰第38海军陆战旅所取得的成就。由于目前俄乌战场前线地带遭白雪覆盖，乌军士兵得以透过无人机轻松掌握俄军士兵的足迹，
并实施比使用 GPS 还要更精准的打击。俄军士兵在雪地中与乌军无人机玩捉迷藏可不是一个好主意。科沃也进一步指出，由于俄罗斯最高拉德议会已经没钱了，这些在前线被消灭的俄军士兵尸体无法被带回俄罗斯，只能成为一座座雪人了。现在俄罗斯宣传员明显改变了他们的论调，他们不再称中共国为盟友，而是指责中共国背叛了俄罗斯。 X 平台网友俺是快乐的厨子发出一段视频，并称俄罗斯宣传员说中国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杀死了我们的士兵，中国人阻止我们付款，这意味着啥？网友王子说，流氓之间只讲利益，没有什么真正的友谊而言，在当下生死存亡之际，这两个大流氓都不会给对方留情的，就看谁先下手出卖对方，并为自己续命而送头名状了。 Cat 乌克兰说，最让我不舒服的是庆祝中国过年，为什么我们要庆祝一个外国节日？更何况我们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乌克兰人用的无人机大都是来自中共国，这很讽刺，一边是中国灯笼，一边是成千上万无人机和我们士兵和人民的血。中共人为什么这么干？这是他们的文化。这帮人不信上帝，只追求食物和性，他们就是商品文化。我觉得他说的挺对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国人没朋友，因为谁都可以卖。Andy Fox 说，这是早晚的事。Badlito 下划线2调侃，俩白眼狼在一起长不了。卢巴尔表示，我就等着普京背刺中共了。美国已私下提供 V-BAT 无人机给乌克兰。2月19日，乌克兰无人机系统司令部正式证实，并公开相关训练与操作画面。该无人机具备侦察与攻击能力，能垂直起降，仅需16平方公尺的场地即可运行，最大续航时间达10小时。其镜头拥有320倍光学变焦，侦察范围最远可达150公里，并可携带弹药或搭载攻击无人机，充当无人机母舰，提升战术效益。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已宣布，日本防卫省也将采购 V-BAT， 作为海上自卫队首款执行勤监侦任务的无人机，并与现役水面舰队整合，以应对印太区域的安全挑战。在此之前，美国海军已测试其舰上发射能力，美军型号为 MQ-35A。V-BAT 无人机投入俄乌战场后，将增强乌军空中情搜能力，提高不对称作战效能，并为未来战场应用提供更多可能性。俄乌战争近3年，无人机战术持续演进，近期发展出步除雷、诱敌与电站反制3大新应用。步除雷战术，乌军开始使用无人机布雷，而非传统投掷炸药。美制分布式地雷可填补雷区间隙，阻断俄军推进。同时，无人机亦投入扫雷作业，俄乌双方展开布雷与扫雷的技术竞赛。诱敌突防，俄军利用大量低价诱饵无人机，混淆乌军防空系统，使部分攻击无人机与飞弹成功突防。美国已研发技术，能透过飞行速度等参数识别诱饵。俄军更在后勤路线架设长达1英里的无人机拦网，以保护补给车队。俄军在重要后勤道路旁铺设的无人机网，用以保护运输车辆通行安全。电站攻防，无人机成为电站干扰的重要工具。俄军曾调整无人机频率，短暂瘫痪乌军干扰系统，导致乌军损失数十辆军车。战场电站攻防快速变化，双方频段从200兆赫至1000兆赫不断调整。高端无人机采用备份导航系统，如 GPS、卫星、惯性导航等，并发展光纤导航以避开电站干扰，曾创下41公里缆线纪录。
乌军 FPV 无人机针对俄军笨重电站系统发动攻击，形成新一轮技术竞赛。无人机的战场应用不断拓展，从情监侦攻击延伸至不扫雷、诱饵与电站反制，使战场竞争更激烈。近日，美俄领袖商讨终结俄乌战争，未邀乌克兰参加，引发泽连斯基与川普隔空互呛。不过会晤川普特使后，泽连斯基低调表示，乌克兰准备与美国达成强有力的安全协议。但原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最后一刻取消，乌方称这是应美方要求。随后，泽伦斯基在社交媒体 X 发长文称，乌克兰准备与美国达成安全协议。当地时间2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社交媒体 X 平台的一篇长文中写道，乌克兰已准备好与美国总统川普达成强而有力的投资和安全协议。这是泽伦斯基今天会见川普派遣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基斯·凯洛格后宣布的这一消息。我们提出了最快、最具建设性的取得成果的方法。泽伦斯基这篇贴文称，我与基斯·凯洛格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谈，讨论很顺利，有很多重要细节。我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提供的所有援助和两党支持。对我们以及整个自由世界来说，重要的是感受到美国的力量。我们就战场局势、如何遣返战俘以及有效的安全保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从这场战争的第一秒开始，乌克兰就寻求和平。我们必须而且能够确保和平是强大而持久的，这样俄罗斯就永远不会卷土重来。乌克兰已准备好与美国总统达成一项强大、有效的投资和安全协议。我们提出了最快、最具建设性的方式来取得成果。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全天候工作。成功将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强大的乌克兰与美国关系造福于整个世界。我感谢凯洛格将军为取得重要成果而共同努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